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村民盖房，给过路老者一碗水。老者说地基下面不干净。在那中原腹地，有个叫槐花村的小村落，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却都和睦相处，日子平淡如水，却也透着几分温馨。这槐花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家要是盖新房，必定得请全村老少来帮忙，图个热闹，也沾沾喜气。这一年，村东头的李大壮家就张罗着要盖新房了。李大壮这人身材魁梧，心地善良，平日里乐于助人，村里人提起他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他媳妇王桂花也是个贤惠能干的女人，两人结婚多年，膝下无子，却也恩爱有加。这不，为了将来能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也为了给将来可能有的孩子留下份家业，夫妻俩一合计，决定把老宅推了，盖座新房子。消息一出，村里人纷纷响应，家家户户都派人来帮忙。一时间，李大壮家的院子里热闹非凡，木匠、瓦匠、小工，还有那些妇人们，有的烧水做饭，有的帮忙搬砖递瓦，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。这天，太阳刚露出半边脸，李大壮就带着几个壮劳力开始挖地基了。他们挥汗如雨，一锄头一锄头地往下刨，不一会儿，一个深深的坑就出现在眼前。李大壮擦了一把汗，看着眼前的坑，心里盘算着新房的布局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走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背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步履蹒跚，似乎走了很远的路。他走到李大壮家的地基旁，停下脚步，望着忙碌的人群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疲惫和饥渴。李大壮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这位老者。他放下手中的锄头，快步走过去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大爷，您这是从哪来呀？看您这模样，像是走了不少路吧？”老者微微点头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小伙子，我是从南边逃难过来的，走了好些日子了，又渴又饿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喝的？”李大壮一听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往家里跑。不一会儿，他端来一碗水和几个热乎乎的馒头，递给老者。老者接过水和馒头，感激涕零，连声道谢。他坐在一旁，大口大口地吃着馒头，喝着水，那神情仿佛是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。吃完后，老者缓了口气，对李大壮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心地善良，将来必定有大福报。不过，我观你家这地基似乎有些不妥呀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：“大爷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老者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看这地基下面似乎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若是不处理干净，恐怕新房盖起来也会不得安宁啊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心想这老者莫不是个江湖骗子，想趁机骗点钱财。但他转念一想，人家好歹也帮了自己，总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于是他客气地说：“大爷，您这话我听不懂，您看能不能说得明白些？”老者站起身来，围着地基转了一圈，又用手中的拐杖在地上敲了敲，神情越发凝重。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若不信，可找村里懂风水的老人来看看，我这话绝非空穴来风。”说完，老者也不等李大壮回答，背起布袋，蹒跚着离开了。李大壮望着老者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该信。到了晚上，李大壮和王桂花躺在床上，商量起老者的话来。王桂花说：“大壮啊，我看那老者不像是说谎的人，要不咱们明天请村里的刘瞎子来看看。他虽然不是真瞎，但对风水这块
倒是有些门道。李大壮想了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便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大壮就去找了刘瞎子。刘瞎子一听这事儿，眉头紧锁，说：“这事儿可大可小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”于是李大壮带着刘瞎子来到地基旁，刘瞎子围着地基转了好几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时不时还用手指在地上比划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停下脚步，对李大壮说：“大壮啊，这地基下面确实有些东西，不过到底是什么，我还得挖开看看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找来了几个壮劳力，在刘瞎子的指挥下，开始小心翼翼地挖地基。挖了大约有半米深的时候，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露了出来，众人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口棺材。棺材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，显得古老而神秘。李大壮心里一紧，忙问刘瞎子：“刘大爷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刘瞎子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大壮啊，这事儿可不好办。这口棺材在这里不知道埋了多少年，里面的东西恐怕早已成了精怪。若是不妥善处理，新房盖起来，只怕会家宅不宁啊。”李大壮一听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，忙问：“那刘大爷，您有没有办法？”刘瞎子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不过有些凶险。我听说南边有个道士，道法高深，能驱邪捉鬼。咱们不如去找他，让他来帮忙处理这事儿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咬了咬牙，说：“行，只要能处理好这事儿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得去请那位道士。”于是李大壮收拾了一番，带上干粮和水，就踏上了南下的路。一路上他风餐露宿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找到了那位道士。道士听闻李大壮的来意后，眉头微皱，说：“这事儿可不好办呐，那棺材里的东西恐怕非同小可。不过既然你如此有诚意，贫道就陪你走一趟吧。”李大壮一听，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道士收拾了一番，带上法器，就跟着李大壮踏上了回槐花村的路。一路上，道士给李大壮讲了许多关于鬼怪的故事，听得李大壮心惊胆战，但同时也对道士的法力充满了敬畏。终于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两人回到了槐花村。李大壮带着道士来到地基旁，指着那口棺材说：“道士爷爷，就是他了。”道士围着棺材转了一圈，神情越发凝重。他说：“这口棺材年代久远，里面的东西恐怕已经成了气候，咱们得小心应对。”说完，道士从布袋里拿出一张黄符，贴在了棺材上。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指在空中比划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棺材上黄符突然燃烧起来，冒出一股黑烟，直冲云霄。李大壮见状，吓得连连后退，心里暗自庆幸自己请对了人。就在这时，只听棺材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，紧接着棺材盖猛地被掀开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。李大壮只觉得浑身一冷，差点瘫倒在地。道士见状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休要猖狂！”说着，他手中的法器猛地挥出，一道金光直奔棺材而去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棺材里的东西被击得飞出老远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李大壮定睛一看，只见那东西浑身漆黑，面目狰狞，正痛苦地在地上打滚。道士趁机冲上前去，手中的法器连连挥出，不一会儿，那东西就一动不动了。李大壮见状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忙问道士：“道士爷爷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”道士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东西原本是个死人，但因为某些原因，灵魂未能安息，反而成了厉鬼。他在这棺材里待了不知多少年，
吸收了天地间的阴气，已经成了气候。若不是贫道及时赶到，只怕你这新房盖起来，也会成为他的巢穴呀。李大壮一听，吓得浑身直冒冷汗，连连道谢，多谢道士爷爷救命之恩，多谢道士爷爷救命之恩。道士摆了摆手，说：不必客气，贫道也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不过这事儿还没完，那棺材里的尸体虽然已经解决，但棺材本身也是个不祥之物，咱们得把它烧了，才能彻底消除隐患。于是在道士的指挥下，李大壮找来了干柴，把棺材烧了个一干二净。火光中，李大壮仿佛看到了那厉鬼在痛苦的挣扎，心里既害怕又痛快。终于火光渐渐熄灭，一切归于平静。李大壮望着眼前的一片废墟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一碗水，才引来了这位道士，救了自己一命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多做好事，积德行善，以报答上天的恩赐。李大壮望着眼前被烧成灰烬的棺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善，才引来了道士，救了自己一命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多做善事，积德行善，以报答上天的恩赐。然而这事儿在村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村民们议论纷纷，都说李大壮家这地基不干净，盖起来的房子住不得。更有甚者，还说李大壮家会因此招来灾祸，连累整个村子。李大壮听着这些流言蜚语，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。他本想跟村民们解释清楚，但一想到那棺材里的厉鬼，他又觉得这事儿越解释越乱，干脆就闭口不言了。王桂花见李大壮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就劝他说：大壮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那些村民都是瞎嚼舌根子，咱不理他们就是了。咱家新房地基的事儿，等道士爷爷走了，咱再慢慢收拾，总能想办法盖起来的。李大壮叹了口气，说：桂花呀，我不是担心新房盖不起来，我是担心这事儿会连累到咱村的人。毕竟那棺材里的东西是在咱家地基下面挖出来的。王桂花一听也犯了难，他想了想，说：要不咱再去找找道士爷爷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事儿对咱村的影响。李大壮一听觉得也有道理，便点头答应了。于是两人又去找了道士。道士听闻此事后，沉吟片刻，说：这事儿说难也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贫道可以做法超度那厉鬼的亡魂，让他得以安息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再有人因为这事儿而受到牵连了。李大壮一听，喜出望外，连连道谢，多谢道士爷爷，多谢道士爷爷。道士摆了摆手，说：不必客气，贫道也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不过这事儿还得在晚上进行，因为晚上是阴气最重的时候，也是超度亡魂的最佳时机。李大壮一听，忙说：行，行，都听道士爷爷的。于是当天晚上，道士带着李大壮和王桂花来到了地基旁。他拿出法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指在空中比划着什么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道金光从法器中射出，直奔天空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李大壮和王桂花只觉得一阵阴风吹过，浑身一冷。他们定睛一看，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空中浮现出来，正是那厉鬼的模样。他面露痛苦之色，似乎在挣扎着什么。道士见状，大喝一声：孽畜，还不速速超度，更待何时？说着，他手中的法器猛地挥出，一道金光直奔那厉鬼而去。只见那厉鬼被金光击中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然后化作一股黑烟，消散在空中。与此同时，李大壮和王桂花只觉得浑身一轻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他们身上离开了。道士见状，
收起法器，对李大壮和王桂花说：“好了，那厉鬼已经超度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因此事而受到牵连了。你们也可以放心地盖新房了。”李大壮和王桂花一听，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道士的法力高强，才让他们得以摆脱这场灾祸。然而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就在李大壮准备重新盖新房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位神秘的老者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背着一个破旧的布袋，看起来跟之前那位给李大壮指路的老者有几分相似。村民们见老者模样古怪，都不敢靠近。只有李大壮因为心存感激，主动上前搭话：“大爷，您是从哪来的呀？是不是迷路了？”老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之前你曾给我一碗水喝，还记得吗？”李大壮一听，仔细打量了老者一番，这才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是您呐，大爷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老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是特意来告诉你的，你家新房的地基，虽然那厉鬼已经超度了，但那块地仍然是个不祥之地。你若强行在那里盖房，只怕会家宅不宁啊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老者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我看不如这样，你往东走3里地，那里有个叫桃花沟的地方，地势平坦，风水也好。你若在那里盖房，必定能家宅平安，子孙满堂。”李大壮一听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便点头答应了。于是他带着王桂花，按照老者的指点，来到了桃花沟。他们一看，果然是个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比槐花村不知好了多少倍。于是李大壮和王桂花决定在桃花沟盖新房。他们请来了工匠，买来了材料，经过一番忙碌，终于盖起了一座宽敞明亮的新房子。新房盖好后，李大壮和王桂花搬了进去。他们发现，自从搬进新房后，两人的身体都变好了许多，精神也充沛了许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了，仿佛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默契。1年后，王桂花竟然怀孕了，这可把李大壮高兴坏了。他整天乐呵呵的，逢人就说自己要有孩子了。村民们见状，也都替他们高兴，纷纷前来祝贺。不久后，王桂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十分可爱。李大壮给儿子取名叫李小宝，寓意着他能像宝贝一样珍贵。李小宝从小聪明伶俐，十分懂事。他见父母辛苦劳作，便主动帮忙做家务、干农活。村民们见了，都夸李小宝是个孝顺的好孩子。转眼间，李小宝长大成人了。他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，在桃花沟里干出了一番事业。他不仅盖起了更多的房子，还开了一家杂货店，为村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。而李大壮和王桂花呢？他们年纪大了，就在家享清福了。他们每天逗逗孙子，种种花，养养鸟，日子过得悠闲自在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大壮和王桂花都会想起那位神秘的老者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老者的指点和帮助，才让他们得以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。他们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多做善事，积德行善，以报答老者的恩情。而那位老者呢？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但李大壮和王桂花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默默地守护着他们。就这样，李大壮一家在桃花沟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他们的故事也在村里流传开来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人们都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只要多做善事，积德行善，总会有好报的。时光匆匆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李小宝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在桃花沟里，
他可是出了名的俊后生，不仅人长得精神，还心地善良，勤劳能干。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都暗地里喜欢他。这一天，小宝娘拉着李小宝的手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小宝啊，娘看你也不小了，该找个媳妇成家了。咱村里这些姑娘，你看上谁了？娘去给你提亲。”李小宝一听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挠着头说：“娘，这事不急，我还想再过2年自在日子呢。”小宝娘一听，佯装生气地说：“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？娘这是为你好，早点成家立业，娘也能早点抱上孙子啊。”李小宝见娘生气了，忙陪笑着说：“娘，您别急，我不是说不想成家，我是觉得这事儿得慢慢来，得找个合适的。”小宝娘一听，这才转怒为喜，说：“行，娘听你的，但你得给娘个准话，啥时候能领个媳妇回来？”李小宝想了想，说：“娘，您就给我1年的时间吧，1年内我一定给您领个媳妇回来。”小宝娘一听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娘就等你1年。”于是李小宝开始留心起来。他每天除了忙店里的生意，就是到村里村外转悠，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。可转悠了大半年，也没遇上一个让他心动的。这一天，李小宝到镇上去进货，在镇上的集市上，他无意间瞥见了一个姑娘。那姑娘长得可真水灵啊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樱桃小嘴，一笑还有2个酒窝，简直就像画上走下来的仙女一样。李小宝一看，心就砰砰直跳。他忙挤过去，想跟姑娘搭话，可姑娘似乎很害羞，一见他靠近，就低着头匆匆走了。李小宝见状，也没敢再追，心里暗暗琢磨：这姑娘是哪来的？咋这么漂亮呢？他想着想着，就来到了货摊前。他买了些货，又向摊主打听起了那姑娘的来历。摊主一听，笑着说：“哦，你说那姑娘啊，她是咱镇上刘财主家的闺女，叫刘翠花。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，还知书达理，心地善良呢。镇上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她，可刘财主眼光高，一直没给姑娘找到合适的婆家。”李小宝一听，心里更痒痒了。他想，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，人品还好，我得想办法娶了她。于是他打听了刘财主家的住址，决定登门拜访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小宝就提着礼物来到了刘财主家。他一见刘财主，就连忙行礼问好。刘财主见李小宝长得精神，说话得体，心里就有了几分好感。他让李小宝进了屋，又吩咐下人上了茶。2人寒暄了几句后，李小宝就表明了来意。他说：“刘老爷，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提亲的。我看上了您家的闺女翠花，想娶她为妻。”刘财主一听，微微一愣，他没想到这李小宝竟然这么直接。他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哦，你想娶我家翠花？那你说说，你有啥本事能配上我家闺女？”李小宝一听，忙说：“刘老爷，我李小宝虽然出身贫寒，但我勤劳能干，心地善良。我在桃花沟里开了一家杂货店，生意还算红火。我保证，如果翠花嫁给我，我一定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”刘财主一听，点了点头。他觉得这李小宝说的倒也在理，但他还是想再考验考验他。于是他说：“行，我看你说的倒也在理，但婚姻大事不能儿戏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才能考虑把闺女嫁给你。”李小宝一听，忙问：“啥条件？”“刘老爷您说，我一定答应。”刘财主说：“好，那你就去镇上最东头的那座山，给我采来1朵千年灵芝。如果你能采来，我就同意把闺女嫁给你。”李小宝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
他知道那座山凶险异常，常有猛兽出没，去采灵芝无疑是九死一生。但他一想到刘翠花那美丽的脸庞，就咬了咬牙，说：“行，刘老爷，我这就去采灵芝。”于是李小宝带上干粮和水，独自一人上了山。他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一处悬崖峭壁上找到了那朵千年灵芝。可就在他伸手去摘的时候，一只猛虎突然从草丛中窜了出来，张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。李小宝一见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想跑，可腿却像灌了铅一样，怎么也迈不开步。他想喊，可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，怎么也喊不出声。他心想，这下完了，我要死在老虎嘴里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直奔那猛虎而去。只见那猛虎被金光击中，发出一声惨叫，然后瘫倒在地，一动不动了。李小宝一看，惊得目瞪口呆。他忙回头看，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站在他身后，微笑着看着他。李小宝一看，忙问：“您是那位给我爹指路的老者吗？”老者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没错，正是我。我看你有善心，有勇气，特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采到这朵灵芝，不仅能救你自己一命，还能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呢。”李小宝一听，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他忙摘下灵芝，跟老者告别后，就匆匆下了山。回到刘财主家，他把灵芝交给了刘财主。刘财主一看，惊喜万分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你果然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同意把闺女嫁给你了。”就这样，李小宝顺利地娶到了刘翠花。两人结婚后，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，日子过得甜甜蜜蜜。不久后，刘翠花就给李小宝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长得十分可爱。而那位老者呢？他在帮助李小宝采到灵芝后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但李小宝知道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，默默地守护着他们一家人。从此以后，李小宝一家人在桃花沟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他们的故事也在村里流传开来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每当人们提起他们时，都会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李小宝真是个有福之人呐！他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，都是因为他心善勇敢呐。”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源于那一碗水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村民盖房，推土机熄火3次，放羊老汉说：“别动那棵槐树。”那年头，南方有个叫淮安村的地方，村里人世代以耕作为生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却也安宁。可就在那一年，村里出了件怪事，这事儿啊，还得从村民老王头要盖新房说起。老王头是淮安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就想把家里那3间破瓦房翻新一下，好给儿子娶媳妇。这打算一出，老王头那是干劲十足，很快就请来了村里的泥瓦匠和木匠，准备大兴土木。要说这淮安村啊，地处偏僻，四周都是连绵不绝的山峦，村里就那么几户人家，房子都是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。老王头选的新宅基地正好在一片开阔地上，那地方原本是一片小树林，只有一棵老槐树特别显眼，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。开工那天，老王头特意从城里租了台推土机，打算先把那片小树林给推了。村里人都来帮忙，热闹得很。那推土机一发动，轰隆隆的就开进了小树林。司机小王也是个新手，一激动，油门踩的那叫一个猛。可奇怪的是，那推土机刚开到老槐树跟前，就扑哧一声熄火了。小王挠挠头，以为是机器出了故障，下来检查了一番，啥问题也没找出来。老王头见状，以为是油不够了，
赶紧让儿子去加油。油一加满，小王再次发动推土机，这次更卖力地往前冲。可到了老槐树那，又是一声闷响，推土机又熄火了。这下村里人都围了上来，议论纷纷。老王头心里也犯嘀咕，心想这槐树是不是有啥说道？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怕他干啥？于是他让小王再试一次，嘴里还念叨着今儿个非得把你给推了不可。小王也是个倔脾气，一听这话，再次发动推土机，加大马力往前冲。可这次更邪门，推土机还没碰到老槐树，就哐当一声，自己先散架了，前轮竟然掉了下来。这下村里人都惊呆了，纷纷说老王头这宅基地选得不好，怕是触犯了什么神灵。老王头也是一脸茫然，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村里那个放羊的老汉刘老汉走了过来。刘老汉这人一辈子没娶过媳妇，整天跟羊打交道，对村里那些神神鬼鬼的事特别感兴趣，也懂得不少。他围着那棵老槐树转了几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对老王头说：“老王啊，这地方你不能动，尤其是这棵槐树，它可不是一般的树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慌了，忙问刘老汉到底咋回事。刘老汉指了指那槐树，说：“这槐树啊，年头久了，成精了。你看它长得那么茂盛，树干那么粗，肯定吸了不少天地灵气。你要是把它给推了，那神灵能不生气吗？”老王头一听，心里那叫一个憋屈，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，眼看就要打水漂了。他不信邪，说：“刘老汉，你别瞎扯，这世上哪有鬼神？咱都是庄稼人，讲究的是实在，我就不信这些。”刘老汉一听这话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老王啊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，但你得记住，这槐树你千万别动，不然的话，后果自负。”说完，刘老汉就赶着羊群走了。老王头看着刘老汉的背影，心里那是五味杂陈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于是决定再去找找村里的老道士张道长。这张道长啊，是村里唯一懂点道法的人，平时给村里人看看风水，念念经文啥的，威望还挺高。老王头来到张道长家，说明了来意。张道长一听这事儿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掐指一算，然后对老王头说：“老王啊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那槐树你不能动。它不光是个神灵，还是个守护神，守护着咱们淮安村的平安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没底了。他心想，这老槐树要真是个守护神，那自己把它给推了，岂不是成了淮安村的罪人了？可转念一想，自己这新房都动工了，难道就这么半途而废？张道长看老王头面露难色，就知道他心里在想啥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老王啊，我知道你盖新房不容易，但你得想想咱们淮安村的未来。你要是真把这槐树给推了，那神灵发怒，咱们村可就遭殃了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那叫一个纠结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张道长，您看这样行不？我先把房子盖起来，但那槐树我不动它，就在它旁边盖，您看行不？”张道长一听这话，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。他说：“也行，但你得记住，那槐树你得好好供奉着，别惹他生气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那叫一个高兴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他谢过张道长，就匆匆回家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老王头带着村里人，在那片开阔地上热火朝天地盖起了新房。他们绕着那棵老槐树，盖起了一栋栋崭新的瓦房。新房盖好了，老王头看着那片崭新的宅基地，心里那叫一个美。可就在新房盖好的那天晚上，怪事又发生了。
老王头一家人刚睡下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嗖嗖嗖的声音。他们打开窗户一看，只见一道道黑影在院子里飞来飞去，吓得他们赶紧关上了窗户。老王头心里那叫一个慌，他心想，这不会是那槐树神灵来报复了吧？他赶紧穿上衣服，跑到院子里一看，只见院子里一片狼藉，鸡飞狗跳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搅和了一番。老王头一看这架势，知道这事儿不简单，他赶紧跑到张道长家，把这事儿给说了。张道长一听这话，脸色大变，他说：“老王啊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你得去拜拜那槐树神灵，求得他的原谅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那叫一个无奈。他心想，自己这新房刚盖好，就遇到这事儿，真是倒霉透顶。但没办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拜拜那槐树神灵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王头就带着儿子买了些香烛纸钱，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。他们恭恭敬敬地摆上香案，点上香烛，然后跪在地上开始磕头求拜。老王头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着：“槐树神灵啊，我老王头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您老人家，请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我们保证以后好好供奉您老人家，再也不敢冒犯您了。”儿子也跟着磕头求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槐树神灵啊，请您老人家保佑我们一家平安，保佑我们淮安村平安。”就这样，他们父子俩在地上磕了好一阵头，才站起身来。老王头看着那棵老槐树，心里那叫一个忐忑。他不知道这槐树神灵会不会原谅他们，但不管怎样，他们都得试试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老王头一家人每天都去那棵老槐树下烧香拜神，祈求神灵保佑。村里人也听说了这事儿，纷纷来凑热闹。他们看着那棵老槐树，心里都充满了敬畏。可就在老王头一家人诚心诚意地祭拜神灵的时候，怪事又发生了。那天晚上，老王头一家人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砰砰砰的声音。他们打开窗户一看，只见一道道黑影在院子里乱窜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打架似的。老王头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穿上了衣服。他心想，这不会是那槐树神灵发怒了，要来找他们算账了吧？他赶紧叫醒儿子，拿起一根木棍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院子里。老王头心里头那个鼓啊，跟擂鼓似的，咚咚咚地响个不停。他眯缝着眼，透过窗户缝往外头瞅，就见院子里黑漆漆的一片，啥也看不清。但那砰砰砰的声音是越来越响了，听着就像是有啥东西在那儿较劲呢。儿子，你听见没？这啥动静啊？老王头压低了嗓子问身旁的儿子。儿子也是一脸懵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啊，爸，咱出去看看吧。”老王头咽了口唾沫，心里头那个忐忑呀，就跟吃了秤砣似的，七上八下的。他手里攥着那根木棍，就跟攥着个救命稻草似的，然后鼓起勇气，跟儿子一块儿走出了屋子。到了院子里头，老王头借着月光一看，差点没把他魂儿给吓飞了。就见院子里头一道道黑影在那儿飘来飘去的，就像是一团团黑雾似的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，心惊胆战的。而且那黑影里头还时不时地闪出一道道亮光，就像是刀光剑影似的，看的人是目瞪口呆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老王头吓得是连连后退，差点没绊倒。儿子也是吓得直哆嗦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说：“爸，咱是不是惹到啥不干净的东西了？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更是没底了。他心想，这不会是那槐树神灵真的发怒了，要来找他们算账了吧？他赶紧回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，就见那槐树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，就像是个巨大的鬼影似的，让人是毛骨悚然。不
不会吧？咱不是都祭拜过了吗？老王头结结巴巴地说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道黑影从老王头眼前一闪而过，吓得他啊的一声大叫，手里的木棍都掉地上了。爸，别怕，咱得想办法。儿子说着，就赶紧捡起木棍，挡在了老王头身前。老王头看着儿子那坚定的眼神，心里头也是一热。他心想，不能让儿子失望啊，得鼓起勇气来。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跟儿子一块儿小心翼翼地朝着那黑影追了过去。他们追着那黑影，穿过院子，来到了村口。就见那黑影在村口那儿停了下来，然后慢慢地凝聚成了一个人形，就像是个鬼魅似的，看得人是心惊胆战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老王头吓得是连连后退，差点没坐在地上。儿子也是吓得直哆嗦，但还是鼓起勇气说：“爸，咱是不是得去找找张道长啊？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也是一亮。对呀，找张道长啊！他赶紧拉着儿子，撒腿就往张道长家跑。到了张道长家，老王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张道长，不好了，咱村里有鬼呀！”张道长一听这话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赶紧把老王头他们让进了屋里，然后问：“老王啊，你这是咋回事啊？咋就说有鬼了呢？”老王头喘着粗气，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跟张道长说了。张道长听完以后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老王啊，你这是惹到那槐树神灵了呀！我跟你说过，那槐树不能动，你就是不听。这下可好，神灵发怒了吧？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悔呀，就跟吃了黄连似的，苦得要命。他赶紧求张道长：“张道长啊，您可得救救我呀！我不想死啊！”张道长看着老王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里头也是不忍。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老王啊，这样吧，我去帮你跟那槐树神灵说说情，看看能不能化解这场灾祸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就跟中了大奖似的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然后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张道长。张道长拿着法器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，他围着槐树转了几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就开始做法。就见那法器在张道长手里头嗖嗖嗖地飞转着，发出一道道亮光，就像是闪电似的，看得人是眼花缭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张道长停下了手里的法器，然后叹了口气说：“老王啊，我跟那槐树神灵说了，他答应放过你一次，但你得记住，以后千万别再冒犯他了。而且你还得好好供奉他，不然的话，神灵还是会发怒的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就跟过年似的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然后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张道长。从那以后啊，老王头就天天去祭拜那棵老槐树，就像供奉祖宗似的。而且呀，他还把那槐树周围的地都整得干干净净的，生怕有啥东西冒犯了神灵。村里人也听说了这事儿，都纷纷来围观。他们看着那棵老槐树，心里头也是充满了敬畏。有的人还说呀，这槐树神灵真是灵验得很，以后有啥事儿啊，都得来拜拜他才行。就这样啊，老王头一家人在淮安村里头又过上了平平淡淡的日子。他们每天都去祭拜那棵老槐树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一家平安。而且呀，他们还时不时地给村里人讲讲这事儿，让大家都来拜拜神灵，祈求平安。这事儿啊，就在淮安村里头传开了。村里人都说呀，这槐树神灵真是厉害得很，连老张道长都得敬畏3分呢。而且呀，他们还都纷纷来拜拜神灵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一家平安。老王头看着村里人都来拜拜神灵啊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跟吃了蜜似的。他心想啊，
这槐树神灵真是好啊，不光保佑了他们一家人平安啊，还让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呢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一直传下去了。后来呀，淮安村里头的人都说呀，这槐树神灵啊，就是他们村里的守护神啊，不管有啥事儿啊，都得来拜拜他才行呢。而老王头呢，也因为这槐树神灵的事儿啊，在村里头出了名了。大家都说他是幸运儿啊，遇到了这么好的神灵保佑呢。而老王头呢，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呀，每天都乐呵呵地跟村里人聊着这事儿呢。这事儿啊，就成了淮安村里头的一个传说呀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事儿啊，村里人都会是津津有味地说上一番呢。而这棵老槐树呢，也成了村里头的一个景点啊，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呢。大家都说呀，这槐树神灵啊，真是厉害呀，不光保佑了他们淮安村的人呐，还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呢。老王头跟那槐树神灵的事儿啊，在淮安村里头是越传越邪乎。村里头的人啊，都说老王头是走了狗屎运了，能遇到这么好的神灵保佑。而老王头呢，也是乐在其中，每天都跟村里人吹嘘这事儿，说他跟那神灵咋认识的，神灵又咋保佑他的。有一天呢，老王头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头晒太阳呢，就见村口那儿慌慌张张地跑来个人。老王头一看，这不是村东头老李头家的儿子吗？这小伙子平时挺稳当的，今儿这是咋了？咋的了？小李呀，你这是跑啥呢？老王头赶紧站起身来，问道。小李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喘着粗气说：“王大爷呀，不好了，我家那牛啊，不知道咋的了，突然就不吃草了，还一个劲儿的往墙上撞呢。您快去看看吧。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惊啊，就跟吃了个炸雷似的。他心想，这事儿跟那槐树神灵有关系没？赶紧穿上鞋，跟着小李就往他家跑。到了小李家，老王头一看，这牛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往墙上撞呢，撞的那墙皮都掉下来了。小李跟他媳妇在旁边是拉也拉不住，急得直哭。这是咋回事啊？老王头也是看得目瞪口呆。小李媳妇抹着眼泪说：“不知道啊，王大爷，这牛平时挺好的呀，今儿这是咋了？您快想想办法吧。”老王头围着那牛转了几圈，心里头那个琢磨呀。突然他眼前一亮，心想，这牛是不是冲撞了那槐树神灵啊？赶紧跟小李他们说：“小李呀，你家这牛啊，怕是冲撞了那槐树神灵了，你赶紧准备点贡品，咱去拜拜神灵去。”小李一听这话，也是吓得脸色都变了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然后跟媳妇一块儿准备贡品去了。老王头呢，就带着小李他们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。他围着槐树转了几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就开始做法。就见老王头手里拿着根香，在那槐树上点了几下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神灵啊神灵，您大人有大量啊，别跟这牛一般见识啊！他要是冲撞您了，我给您赔不是啊！您就行行好，放过他吧。”说完这话，老王头把香插在了地上，然后让小李他们磕头谢罪。小李他们也是吓得直哆嗦，赶紧磕头求饶。过了一会儿啊，就见那牛突然停了下来，不撞了。他眼睛也恢复正常了，开始在那儿悠闲地吃起草来了。小李他们一看，这神灵真是灵验呐，赶紧千恩万谢地谢老王头。老王头呢，也是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心想，这神灵真是厉害呀，连牛的事儿都能管呢。以后啊，他得更好好的供奉神灵了。这事儿啊，就在淮安村里头又传开了。村里人都说呀，这槐树神灵真是啥都能管啊，连牛的事儿都不放过呢。而且呀，他们还都纷纷来拜拜神灵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一家平安，牲口啥的也都健健康康的。
老王头看着村里人都来拜拜神灵啊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！他心想啊，这神灵真是好啊，不光保佑了他们一家人平安啊，还给村里人带来了这么多好处呢。以后啊，他得更好好的宣传这事儿，让更多的人来拜拜神灵。有一天呢，老王头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头喝茶呢，就见村口那儿开来了一辆小汽车。老王头一看，这不是城里来的大老板吗？这老板平时可不来他们这穷乡僻壤的呀，今儿这是咋了？那老板下了车，径直朝老王头家走来。老王头一看，赶紧站起身来迎接。王大爷呀，可算找到您了。那老板一进门就说。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猛啊，就跟吃了个迷糊药似的。咋的了？老板呢？你这是找我有啥事儿啊？那老板笑了笑说，王大爷啊，我是听说您这儿有个神灵特别灵验啊，啥事儿都能管。我这不是最近生意不太顺吗？就想来拜拜神灵，祈求神灵保佑我生意兴隆啊。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乐呀，就跟捡了个金元宝似的。他赶紧点头答应，然后带着那老板来到了那棵老槐树下。老王头跟那老板说了说拜拜神灵的方法，然后就让他磕头谢罪了。那老板也是挺虔诚的，磕得头破血流的。老王头看着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心想这神灵真是给他长脸呢，连城里来的大老板都来拜拜他了。从那以后啊，老王头家里头是越来越热闹了，每天都有人来拜拜神灵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、健康、发财啥的。老王头呢，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整天都在给人介绍神灵的事儿。有一天啊，老王头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头数钱呢，就见村里头的大喇叭响了起来：“各位村民请注意呀！各位村民请注意，明天咱们村要举行个神灵祭祀大典啊，大家都来参加呀！感谢神灵保佑咱们村啊！”老王头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就跟过年似的。他心想啊，这神灵祭祀大典啊，可得好好办办，得让神灵知道他们村里人是多么的敬畏他、感激他。第二天呢，淮安村里头是热闹非凡，大家都穿着新衣服，戴着新帽子来参加神灵祭祀大典了。老王头呢，也是穿得跟个新郎官似的，站在那儿迎接大家。大典开始了呀，大家都跪在地上，朝着那棵老槐树磕头谢罪，祈求神灵保佑。老王头呢，也是跪在最前面，嘴里念念有词地跟神灵说着话。突然啊，就见那老槐树上闪过一道亮光，大家都看的是目瞪口呆，心里头那个惊啊，就跟看到了神仙下凡似的。神灵显灵了，神灵显灵了，大家都激动地喊着。老王头一看啊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跟喝了蜜似的。他心想啊，这神灵真是给他长脸啊，连祭祀大典都来显灵了。从那以后啊，淮安村里头的人是更加敬畏那槐树神灵了，每天都有人来拜拜神灵，祈求神灵保佑。而老王头呢，也因为这事儿在村里头出了大名了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言人呢。这事儿啊，就成了淮安村里头的一个传说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事儿啊，村里人都会是津津乐道地说上一番。而这棵老槐树呢，也成了村里头的一个神圣的象征。大家都说呀，这槐树神灵啊，真是厉害呀！不光保佑了他们淮安村的人啊，还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好运呢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给娇妻上坟，路上救美妇，美妇却说坟里不是你妻子。柳河镇东头住着一位名叫李大壮的汉子。这李大壮啊，人如其名，长得五大三粗，力大无穷，心地还善良。早年他靠着打猎和种田，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。
后来娶了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小翠为妻，两口子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美满。小翠啊，长得跟那画上的人似的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一笑起来还有2个甜甜的酒窝。她不光长得俊，心眼还好，对李大壮那叫一个体贴入微。村里村外的谁不羡慕这对恩爱夫妻？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小两口结婚后的第3年冬天，小翠得了一场疾病，请了多少大夫都瞧不好，最终还是撇下李大壮，撒手人寰了。李大壮那个伤心啊，跟丢了魂似的，整天抱着小翠的遗像发呆。这天的天气可真够应景的，阴沉沉的，还刮着北风，吹得人脸生疼。李大壮一路走，一路想着小翠生前的点点滴滴，眼泪不自觉地就掉了下来。走着走着，就来到了村外的一片小树林子。这片小树林子可是去坟地的必经之路，平时就少有人来，今儿个更是寂静的可怕。李大壮心里头有点发毛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呼救声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连忙循声找去。拨开树枝一看，只见一个美妇正被一条大蛇缠住了身子，动弹不得。那美妇穿着一身红色的衣裳，脸色苍白，头发散乱，一看就是受了不小的惊吓。李大壮见状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抡起铁锹就朝大蛇砍去。那大蛇也是条狠角色，张开血盆大口就朝李大壮扑来。李大壮一闪身，躲过一劫，趁机又是一铁锹，正好砍在大蛇的7寸上。大蛇吃痛，松开美妇，扭动着身子逃走了。美妇得救后，连忙向李大壮道谢，多谢壮士相救。小女子感激不尽。李大壮憨厚地笑了笑，没啥，举手之劳吗？你这是咋回事儿？咋一个人跑到这林子里来了？美妇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小女子名叫红玉，本是外地人士，因家中遭了变故，流落至此。今个想上山采些草药卖钱，没想到却遇到了这等凶险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同情心又泛滥了。那你一个人在这林子里也不安全呐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红玉摇了摇头，不必了，壮士，小女子自己能回去。只是看壮士这副打扮，可是要去上坟。李大壮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今儿个清明节，我得去给俺媳妇上坟。红玉闻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壮士快去吧，莫要耽误了时辰。李大壮告别了红玉，继续往坟地走。一路上，他心里头还在琢磨着红玉的事儿，觉得这女子真是个奇人，孤身一人还能在这林子里遇到大蛇，真是命大。不一会儿，李大壮就来到了小翠的坟前。他放下篮子，拿出纸钱和贡品，一边烧纸一边喃喃自语：“小翠啊，俺来看你了，你在那边过得咋样啊？可别冻着饿着了。俺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还有新衣服，你收到了没？”说着说着，李大壮的眼泪又下来了。他擦了一把眼泪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红玉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。李大壮一愣：“你咋来了？不是说送你回家吗？”红玉微微一笑：“壮士，小女子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李大壮挠了挠头：“啥事儿啊？你说吧。”红玉走到坟前，看了看墓碑上的字，然后转头对李大壮说道：“壮士，这坟里怕不是你妻子吧？”李大壮一听这话，愣住了：“你这是啥意思？这坟里咋不是我媳妇了？”红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壮士莫急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小女子虽然是个流落异乡之人，但却懂得一些相术。刚才我观你面相，见你眉宇间隐有忧色，但又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喜气。再看你妻子的坟茔，却是阴气沉沉，并无半点生气。故此，我斗胆猜测，这坟里之人怕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李大壮一听这话，心里头那个乱啊，就像被猫爪子挠了一样。他瞪大眼睛看着红玉：“你咋能这么说？俺媳妇她明明就埋在这儿啊！”红玉摇了摇头：“壮士，我知道这事儿难以接受，但事实往往就是如此残酷。你若不信，不妨挖开坟头一看便知。”李大壮闻言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他看了看坟头，又看了看红玉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坟头的枯草随风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李大壮咬了咬牙，心一横：好，俺就挖开看看，俺倒要瞧瞧这坟里头到底是咋回事儿。说着，他就拿起铁锹开始挖坟。红玉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随着铁锹的翻动，坟头的土被一点点刨开。李大壮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手心也开始冒汗。终于，当铁锹碰到棺材板的时候，他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李大壮喘了口粗气，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双手颤抖地掀开了棺材板。随着棺材板吱嘎一声响，一阵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李大壮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。红玉走上前来，轻轻地拍了拍李大壮的肩膀：“壮士，别怕，有我在。”李大壮稳了稳心神，低头朝棺材里望去。这一看，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。棺材里空空如也，哪里还有小翠的半点影子？这咋回事啊？李大壮结结巴巴地说道，脸上写满了惊愕与不解。红玉皱了皱眉，走到棺材旁，仔细地查看了一番，然后他抬起头，目光如炬地看着李大壮：“壮士，这事儿只怕没那么简单。你妻子的尸体怕是被人盗走了。”“盗走了？谁会干这事儿啊？”李大壮一听，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红玉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恐怕跟最近镇子上流传的那个传说有关。”“啥传说？”李大壮一头雾水。红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传说在咱们这片土地上，有一个神秘的盗墓组织，他们专门盗取那些年轻女子的尸体，用来修炼什么邪功。你妻子的尸体，只怕是被他们给盯上了。”李大壮一听这话，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了。这帮挨千刀的，俺非得抓住他们不可。红玉拍了拍李大壮的肩膀：“壮士，你先别急，这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。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回我家，咱们商量个对策。”李大壮点了点头，跟着红玉离开了坟地。一路上，他心里头那个乱啊，就像被狗咬了一口似的，说不出的滋味。红玉把李大壮领到了他在镇子上临时租住的小屋。这小屋虽然简陋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井井有条。李大壮一进门，红玉就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让他先缓缓神。李大壮接过茶，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，然后他抹了抹嘴，说道：“红玉姑娘，这事儿你说该咋办呢？”红玉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事儿咱们得兵分两路，你去镇子上打听打听，看看有没有啥线索。我呢，去附近的山上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盗墓组织的踪迹。”李大壮点了点头：“行，就这么办。俺这就去镇子上打听打听。”说着，李大壮就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红玉叫住了他：“壮士，你稍等。”说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递给李大壮，
这是我家传的迷魂香，你带上，万一遇到啥危险，也能应个急。”李大壮接过小瓶子，感激地点了点头：“多谢红玉姑娘，俺这就去了。”李大壮在镇子上转悠了一天，打听了不少消息。有的人说，最近晚上总能听到山上传来奇怪的声音；有的人说，看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镇子上出没。李大壮把这些线索都记在了心里，准备回去跟红玉商量。傍晚时分，李大壮回到了红玉的小屋。一进门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跟红玉说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。红玉听了，眼睛一亮，这些线索很重要，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。于是两人决定当天晚上就去山上看看。他们带上了一些干粮和水，还有红玉准备的迷魂香，悄悄地离开了小屋。一路上，两人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打草惊蛇。山路崎岖，两人走得气喘吁吁，但谁也没有停下来休息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前。这山洞隐藏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李大壮和红玉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悄悄地靠近山洞。他们趴在洞口，往里面望去。只见山洞里灯火通明，一群人身穿黑衣，正围坐在一个巨大的石棺前，不知道在捣鼓啥。李大壮一看这阵仗，心里头那个气呀，恨不得立马冲进去把那些人都给逮住。红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别冲动，然后他悄悄地拿出迷魂香，点燃后扔进了山洞。不一会儿，山洞里的人就开始东倒西歪了。李大壮和红玉趁机冲了进去，把那些人都给绑了起来。然后他们打开了石棺，只见里面躺着的正是小翠的尸体。李大壮一看到小翠的尸体，眼泪就下来了：“小翠呀，俺可算找到你了。”红玉拍了拍李大壮的肩膀：“壮士，先别哭，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免得那些家伙醒来后找咱们的麻烦。”于是两人带着小翠的尸体悄悄地离开了山洞。一路上他们走得飞快，生怕被追上。终于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红玉的小屋。李大壮把小翠的尸体轻轻地放在了床上，然后坐在床边看着她发呆。红玉在一旁安慰道：“壮士，别太伤心了，咱们已经找到了你妻子的尸体，接下来就想办法让她入土为安吧。”李大壮点了点头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啥，转头看向红玉：“红玉姑娘，这事儿多亏了你，要是没有你，俺只怕这辈子都见不到小翠了。”红玉微微一笑：“壮士客气了，咱们都是苦命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李大壮感激地看着红玉，不知道说啥好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一拍脑门：“对了，红玉姑娘，你救了俺，俺还没好好谢你呢。这样吧，等俺把小翠的事儿办完了，俺就娶你为妻，咱俩一起过日子。”红玉一听这话，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。她低下头，羞涩地说道：“这事儿俺得考虑考虑。”李大壮一看有戏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。他拍了拍胸脯，保证道：“红玉姑娘，你放心，俺一定会对你好的。俺这辈子就认定你了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大壮忙着给小翠办理后事，红玉也一直在他身边帮忙，两人相处得越发融洽了。镇子上的人都说，这俩人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终于，在小翠去世1个月后的那天，李大壮给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。他抱着小翠的骨灰盒，泪如雨下。但他知道小翠已经走了，他得好好活下去，为了小翠，也为了红玉。葬礼结束后，李大壮找到了红玉，深情地看着她：“红玉姑娘，俺想好了，俺要娶你为妻，你愿意跟俺一起过日子吗？”
红玉看着李大壮真诚的眼神，心里头涌动着一股暖流。他点了点头，羞涩地笑了：“俺愿意。”于是，在镇子上的人的见证下，李大壮和红玉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再也没有分开过。而关于那个盗墓组织的传说，也渐渐地在镇子上消失了。人们都说，那是李大壮和红玉用他们的爱和勇气，把邪恶给赶跑了。婚后的日子，李大壮和红玉过得有滋有味。两人在镇子上开了一家小酒馆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却也其乐融融。李大壮负责在后厨忙活，红玉则在前面招呼客人，两人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。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，镇子上的人都说，这是因为李大壮和红玉两口子心善，老天爷在眷顾他们呢。每当听到这话，李大壮和红玉总是相视一笑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一天，镇子上突然来了一伙人，他们穿着华丽，气势汹汹，一进门就嚷嚷着要找李大壮。李大壮心里头咯噔一下，心想这伙人啥来头，找俺干啥？他硬着头皮迎了上去：“各位大爷，有啥事儿吗？”那伙人中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，他斜睨了李大壮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就是李大壮？”李大壮点了点头：“俺是。”那壮汉嘿嘿一笑：“好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你知道你得罪了啥人吗？”李大壮一听这话，心里头更加没底了：“俺没得罪啥人啊。”那壮汉冷笑一声：“没得罪人，那为啥有人要花大价钱买你的命？”李大壮一听，吓得腿都软了：“啥？买俺的命？”就在这时，红玉从后面走了出来，她挡在李大壮面前，说道：“各位大爷，有啥事儿咱们好商量，别为难俺男人。”那壮汉看着红玉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银光：“哟，这娘们长得还挺俊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跟大爷我走，大爷我就饶了你男人一命，咋样？”红玉一听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做梦！”那壮汉脸色一沉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把这小子给我做了。”说着，那伙人就朝李大壮和红玉扑了上来。李大壮和红玉一看这阵仗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两人联手跟那伙人打了起来。然而那伙人人多势众，李大壮和红玉渐渐落入下风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伙人，他们手持棍棒，朝那伙人打去。那壮汉一看这阵仗，吓得扭头就跑。其他人见状，也纷纷作鸟兽散。李大壮和红玉一看这突如其来的救兵，愣住了。救兵中领头的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，他走到李大壮和红玉面前，说道：“两位别怕，我们是附近村子的村民，听说有人要对你们不利，我们就赶了过来。”李大壮和红玉一听这话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：“多谢大哥相救，多谢大哥相救。”那中年汉子摆了摆手：“别客气，咱们都是乡亲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你们得罪啥人了吗？为啥有人要买你们的命？”李大壮摇了摇头：“俺也不知道啊，俺在这镇子上本本分分的做生意，没得罪啥人啊。”那中年汉子皱了皱眉：“这事儿只怕没那么简单。这样吧，你们先跟我们去村子里躲一躲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”李大壮和红玉点了点头，跟着那中年汉子去了村子里。在村子里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，村民们给他们准备了热乎乎的饭菜，还给他们安排了住处。李大壮和红玉心里头那个暖啊，就像冬日里的一把火。然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李大壮和红玉知道，他们不能一直躲在村子里，于是两人决定悄悄地回到镇子上，
打听打听到底是啥人要买他们的命。两人回到镇子上后，悄悄地打听了一番。这一打听，可把他们吓得不轻。原来要买他们命的人，竟然是镇子上那个恶名昭彰的地主赵老财。赵老财在镇子上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他看中了李大壮的小酒馆，想要强行霸占。但李大壮死活不肯，赵老财就怀恨在心，想要买凶杀人。李大壮和红玉一听这话，气得咬牙切齿，这个挨千刀的赵老财，俺非得让他好看不可。于是两人开始暗中搜集赵老财的罪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们终于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，足以让赵老财身败名裂。这天晚上，李大壮和红玉悄悄地来到了赵老财家的大门口。他们趁着夜色翻墙进入了赵老财的家，然后他们来到了赵老财的卧室前，悄悄地推开门走了进去。赵老财正在睡觉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李大壮和红玉悄悄地走到他床前，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。赵老财一看是李大壮和红玉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你们想干啥？李大壮冷哼一声，想干啥？当然是送你去见官。你干的那些坏事，以为能瞒得住吗？说着，李大壮就把赵老财绑了起来，然后把他那些罪证扔在了他面前。赵老财一看那些罪证，腿都软了。俺错了，俺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过俺吧。李大壮和红玉才不吃他这一套呢。他们押着赵老财，连夜来到了镇上的衙门。第二天，赵老财就被押解到了县衙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镇子上的人听说这事儿后，都拍手称快。他们说，李大壮和红玉真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。李大壮和红玉听了这话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就像吃了饺子蘸醋一样酸爽。从那以后，李大壮和红玉的小酒馆生意更加红火了。他们两口子也更加努力地经营着小酒馆，为镇子上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。而关于他们勇斗恶霸赵老财的故事，也在镇子上流传了下来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